欢迎您收听民间恐怖故事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讲一下阴兵借道的故事。阴兵借道又叫阴兵过路，顾名思义，阴界的兵过路。这个现象在中国很多地方发生过，最著名的就是故宫。据说5点之后的故宫就经常会看到宫女太监，甚至呢传来人的哭喊声，让人毛骨悚然。所以故宫下午5点之前就不准游客待在里边了。当然呢，这仅仅只是一个说法，并没有任何根据。在云南陆良县，因为这种现象多发，路过的骡马受惊不敢路过，他得到一个金马槽的名字。另外有传言说，唐山大地震后，当地发生过大规模的阴兵借道。阴兵借道通常发生在大灾大难之后，例如地震的时候，许许多多的人一瞬间没有反应过来，被夺去了生命，所以积攒了太多的怨念，不愿离去。于是鬼门关就开了，地府呢就会派出阴兵到人间来拘魂。这些阴兵呢就造成了阴兵借道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鬼差鬼将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，当时救灾人员接到上级命令，必须马上动身前往灾区救援，整个部队出动了几十辆军车。在行驶到距离重灾区只有1个小时路程的地方，汽车突然抛锚，所有的汽车全部抛锚。技术人员赶紧下车进行检查，可是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毛病。大约在晚上8点左右，整个部队所有的汽车前大灯突然自然熄灭了，然后部队当时得到上级命令，所有的汽车全部靠右停起来，而且所有人员全部上车，无论眼前发生什么都不允许说话，不准乱动。就这样，所有的救灾人员全部上了车。最后呢，也不知道是几点，一直到深夜，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半睡半醒了，有点困了，就忽然听见车旁边传来一阵阵的轰隆轰隆的马蹄声。阵阵的马蹄声把所有的队员都惊醒了，就看到他们的车旁边出现了一辆又一辆的马车。这些马车都是从灾区方向过来的。等救灾人员摇下车窗探头出去看的时候，人都被吓傻了。这一辆一辆的马车上堆满了人头，那些马车来来去去过了大概30分钟，足足有200多辆之多。当所有的马车都过去后，再试着把车打着，居然神奇的点着了。随后部队继续前进。后来在路上，战友就根据马车上人口的数量，预估大约有20多万人在地震中遇难了。后来经验证，的确有20多万人遇难。唐山大地震，这次阴兵借道的事情确确实实发生过。有科学家解释，阴兵借道可能是在古代相似的自然条件下，有军队经过这个富有磁场的地方，所以有的影像被记录下来。地震发生之后的奇怪声音是由于岩石具有录音功能，所以当时地震过后自然发生巨大变化，而发出许多奇怪的声音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现代科学呢依然无法解释。好了，故事来自网络，不足为信。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订阅关注，别忘了